子英啊，您看，这是我专门为您学的，赶快尝尝，看好不好吃。哎呀，我说子英啊，什么时候对爸爸这么孝顺啊？你瞒不了爸爸啊！你是为浩中才学的这个手艺吧？爸，你又来取笑我。哎，爸爸，我昨天去浩中办公室的时候，看见他和郑丽丽正在吵架。邓丽丽那个蠢女人，一点也不给男人留面子。哼，我还要多谢她把浩中往我怀里推呢。那邓家早晚要完蛋，撑不了多久。况且那个李正超又这么看重门第，他们俩成不了。爸，难道你又有什么新计划？子英啊，你老爸了解你，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那个浩中，要不是丽丽从中瞎搅和，你们俩早就成了，对吧？这个忙爸爸一定会帮，啊。不过呢，你要主动些，啊，浩中那小子太不着调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那个邓丽丽得逞的。这就对了啊，这才是我黄冲的女儿嘛。爸，您快来尝尝我的菜吧。好，尝尝我女儿的手艺。你到底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？你是故意要气我吗？我只不过是自己接了一单生意，你干嘛要发那么大火啊？你明知道这种小单是需要专门设计，又费时间又费精力，别的同行都推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接回来？人家一个姑娘来上海挣钱了，想给男朋友买礼物，就因为是单件，咱们就不帮她了？我们这是开公司的，不是开慈善机构的，这种小单只会让公司赔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满嘴钱的？难道做什么都要拿赚不赚钱来衡量吗？你别把做生意和同情心混为一谈好吗？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这种小单是明令禁止的。你想想你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开了这个头，是不是公司所有的设计师都可以接这种亏本生意回来？那公司还要怎么运作下去啊？好，算我拖累你了。既然我什么都不好，你跟我订婚干嘛？你不要每次都拿这件事出来说行吗？我已经挺累的了，你就别逼我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麻烦您告诉李经理，就说黄小姐帮他订了最好的推拿师，晚上要过来帮他做按摩。还有，叫他不要太辛苦哦。好，谢谢。老板，那个贾白田带人去了泰新珠宝行，好像还和李浩中相处的不错。这个人三番四次的挑衅我，现在又开始接近李浩中了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他的底细查清了没有？还没有，他们伪装得很好，有时候好像还在故意耍我们，连上次那个女打手都是他们的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看你找的些什么人。是，老板，外面找的人再多，也不如咱们自己兄弟可靠。老大，我已经把咱们帮会里的兄弟们都召集回来了，随时可以为您效命。老大，这口气兄弟们都咽不下。老大，你叫什么？哦，老板。是啊，我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，才从道上回到做生意上面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重操旧业的。是。进来。爸爸。哦，子英啊。有事儿啊？爸爸，我给您带了个好消息。哦，是吗？各位董事，对最近公司的运作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，没问题啊，好的，一切都好。对。有件事啊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，但是
事关公司的利益，我必须得跟大家有个交代。现在我们泰兴也算得上是上海数得上的珠宝行，过我们手里的生意都不是小数，但是这单生意明显是亏本买卖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私自接单子的话，那么公司的利益何在啊？啊，王总，这笔单子是我接的，董事长，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浩中，这笔生意主要是由丽丽负责的。浩中啊，咱们公司是有咱们公司的规矩，你总不能由着丽丽乱来，让公司做亏本买卖啊！丽丽在泰兴做事，她一个女孩子家还没有过门的，怎么自己跑出去找工作？这件事你处理得太没有分寸了，这样下去让其他的董事会怎么信任你？你让一个女孩子去私自跟客户谈生意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泰兴？哎，你作为总经理，这件事你负责解决。至于亏损的账目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李老板，这事您错怪浩中了。这次啊，不关浩中的事，浩中接的是我的单子。我这套西装是特别从意大利定制的，看起来一切都很合适，但我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扣子。所以我特别拜托浩中，让丽丽帮我定做一对。浩中一开始就说这并不符合公司的规定，一直不肯答应。是我一再坚持，浩中怕伤了大家的和气，又不敢得罪我，所以就自己揽下了这单生意。唉，说到底啊，责任都在我。要是需要受到什么惩罚，公事公办，办的也应该是我。啊，白先生。哎呀，哪儿的话，白先生，你是我们公司的股东，应该享受公司的特殊定制，啊？哪里，差一点啊，让浩中替我背了黑锅。好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情说开就好了。浩中，以后白先生有什么需求，你得多照顾点儿，啊？啊，知道了。山口先生，我说过，不要动白点。山口先生，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你看，如果我不先把这小子制住，我以后就不能替您做事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给我？没有啊，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了。为什么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？不可能啊！我手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了。要不这样，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再去找一找吧。你要快，你的时间并不多。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不过山口先生，我托付您的事儿，在办好你自己的事之前，不要跟我讲条件。妈的，小鬼子！
这么说，上回阻止我追那日本人的也是你？对。为什么呀？日本人也在查何笑，你不能轻举妄动，你只管盯着他就行，别的你不要管。可是我跟日本人打过照面，那明显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。你说，万一他对何笑不利怎么办？不会的。可是那范红林，你现在在执行任务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是。何笑那边怎么样了？之前出了点小状况，不过何笑没有放弃，应该是因为邓家有何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不遗余力的帮助邓夫人夺回家产。怎么搞的？老是搞不定。你抓紧时间给他们提供便利，一定要把事情早点了结。我会的。最近还喝酒吗？啊，少喝点。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缺德了？傻帽，我们这是做好事啊！哎呀，何笑哥跟我说了，这是给他俩制造浪漫的机会。你呀，真是榆木脑袋，也不知道金枝他看上你哪一点。哎，什么叫浪漫呢？是不是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浪漫呢？脸红了，脸红了！啊，你是不是想给金枝制造浪漫呢？我就说嘛，你应该学学何笑哥。你看何笑哥多会逗女孩子开心啊！哎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啊！车过来了。车坏了吗？我下去看看啊。嗯。怎么了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，在马路上放了好多钉子。那怎么办啊？车开不了了。是啊。哎，浩中，你看。自行车？啊，走，骑回去啊。哎。这车……哎，放心吧，明天用完给他送回来。赶紧的啊，离家不远了，骑回去。怎么着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车配不上你少爷身份呢？不是，我不会骑呀。你还真是够少爷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去。赶紧上来啊！你要想在这过夜，我也不拦你了。我先走喽。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就叫浪漫了。那当然了，你输了你也不懂。那我还是自己下来走好了。
那可不行，你现在一步一步走回去，天都黑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不如你教我骑好了。我教你？对啊。哦，我不会骑车这事儿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啊。哎，平时看你稳稳当当的，现在怎么紧张的像个小孩一样啊？你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歹也是堂堂一个经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教教我吧。好吧。慢点。扶稳一点啊！我扶呢啊！慢点儿，扶住了啊！好。好，扶好啊！慢点啊！扶好点啊！放手了！别放手啊！丽丽，别放！放了！丽丽，别放手啊！丽丽，慢点扶住！你看，丽丽，我会骑了！看到了！你看，丽丽，太好了，我会骑了！丽丽，你看我会骑了，你快过来呀！都已经到了，你看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行，那我回去了。好。那你怎么回啊？我不是会骑车了吗？我可以骑回去啊。好吧，小心点啊。再见。慢点啊。走了啊。浩中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天都快黑了，你们2个人还骑什么自行车呀？这样吧，一会儿麻烦白先生开车把你送回去。不行，哎呀，今天真不巧，我的车也坏了。坏了？啊！看来今天浩中只能在这里过夜了。啊？那怎么好啊？哎呀，怎么会不好呢？再好不过了。哦，反正已经这么晚了，又没有车送你回去。要是麻烦你爸爸派司机来一趟的话，这么一折腾，大家晚上都没得睡了。不如就留在我这儿吧。哎呀，糟糕！哎呀，我忘了，我们的房间不够啊。啊？怎么会呢？房间不是很多吗？是不够啊，你们俩睡一间喽。啊？那怎么行？婆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这样好了，我呢就委屈一点，我跟他睡一间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丽丽睡一起。哎，好了，你们先去睡吧，这里啊，有我照顾他。来，不是，3更半夜的，你要干嘛呀？浩中来了，你不可以在这里过夜啊！哎，他来了，为什么我就得走啊？嘘，你是骗子，骗子怎么可以在我们家过夜啊？是骗子？那哎呀，行，快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李先生，你怎么睡地上啊？没事，
反正我也睡不着。哎呀，被你这样一弄，我都睡不着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呢，应该是在想丽丽吧？我可什么都没想啊。什么都没想？哎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好歹跟丽丽已经同住一个屋檐下了，你还什么都没想？白先生，你别乱说话。丽丽她那么单纯，我怎么能想这些呢？丽丽是单纯，但你啊是蠢。哎，丽丽跟你说的吗？她是嫌我很蠢吗？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你一个大男人从不表态。要知道，女人呐是不能等的，你等下去可就……哎，她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？可是我……哎呀，我什么我啊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浩中人挺好的，一表人才。论家世背景、品行学识，也都不是泛泛之辈。你觉得呢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就是一个老古董。那你还愿意嫁给他？我那是跟他定过娃娃亲了。你可是新时代的女性，还会被这一纸婚约所束缚？我说，你觉没觉得浩中特别封建？整天不让我见客户，又不让我上班，恨不得我天天待在家里给他洗衣服做饭呢。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满口的男尊女卑呢。那你还想嫁给他吗？想，因为他除了太封建以外，对我还是挺好的。浩中呢是有一点传统，但这也不能怪他呀。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，让他一下子就要接受你的价值观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和白先生，你们两个平时老斗嘴，可是就因为你们俩这样无拘无束的斗嘴，这应该才是最坚固的感情吧？我们两个，我们这叫小吵怡情。哎，怎么说到我们了？还是聊你们吧。丽丽和现在一般的女孩不一样，她留过洋，懂得多，见识广。虽然我们家有些钱，但是每次在她的面前，我就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了。哎呀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我懂的。不过呢，要说对付蠢女人，方法就是一个字：哄。哄。不过，说到对付聪明的女孩子啊，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因为不管你使什么坏心眼儿，说什么话，她全都知道。哎，对，丽丽她就是这样。哎，那怎么对付聪明的女人啊？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对付她们，因为她们太聪明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她们的对手。不过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她们讲道理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尊重她们，听她们讲道理，跟她们讲道理，然后就什么都解决了。哦，哎，那你跟白夫人也是这样吗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我们两个怎么天天在那儿斗嘴啊？哦，那如果道理讲不通怎么办？那方法只有哄啊！哎，你以为我天天跟我太太斗嘴，都是我斗不过她？那是因为我让着她。哦，白太太，白先生那个时候是怎么追的你啊？哦，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当时他追我的时候，那是一穷二白的，他还是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，每天满嘴都是三从四德、男尊女卑，满嘴胡说八道。真的啊？那他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？我调教他。调教他？怎么调教的？快教教我。我感化他。感化？其实呢，两个人在一起相处，即使感情再深，也难免会有摩擦。有矛盾的时候呢，千万别赌气吵架，要把事情摊开来谈，要互相理解对方。当然了，要想解决问题呢，一定要有一方要妥协。其实爱情啊，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，别太争强好胜就行了。那你和白先生吵架的时候，谁先妥协的？当然是他了。你和白先生啊，真是天生一对儿。
是吧？其实丽丽是个好姑娘，你要珍惜。我爸爸和她爸爸是好朋友，也算是她娘家那边的人了。你可不能亏待人家。白先生，你花那么多心思接近我们，究竟有什么目的啊？其实我早在我爸生日宴会那天就注意到你了。一开始你是服务员，后来又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白田，是吧？既然你都看出来了，为什么没有拆穿我？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是不太喜欢你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你不止一次帮助丽丽和我，所以你应该不是个坏人。只是，白先生，你是不是在打我爸的主意啊？我不是打你爸的主意，我的目标是黄冲。黄叔叔，为什么呀？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先问你，如果丽丽家破产了，你会不会不要她？绝对不会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告诉你，邓家真的破产了啊！而且丽丽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。邓家所有的钱都是被黄冲骗走的。但是我有办法，可以物归原主。老板，我已经查到一些假白田的背景，他名叫何啸，是正德牙行的后人，和邓家有不少交情。另外，我们还查到，当年何啸的爹曾经担保了一批假货物，而这批货物正是由邓家出手交易的。传说这笔钱是用去救国了，但是各种真假，只有这2个天上的人知道。他叫何啸。好，何啸，我记住你了。你们竟然敢欺负到我黄冲女儿头上！这笔账我一定要算。要不要召集兄弟们？不用，你过来。这是干嘛？你傻呀？制造机会啊！以后啊，就不要开车了，用这个送丽丽回来。看你们俩昨天回来的时候多开心啊！现在还不抓紧利用机会？可是我技术那么差，怎么骑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来。老爸，这可怎么办？眼见他们关系越来越好啊！就是要他们好，他们关系越好，对咱们越有帮助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哎，无缘无故请我喝酒，说吧，找我干嘛？哎，别吞吞吐吐的啊！啊，是这样，我跟丽丽呢从小定过娃娃亲，但那毕竟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你看我们俩现在年纪也差不多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去提亲啊？提亲？啊，大哥，你现在活在哪个年代啊？哎呀，不都这样的吗？哎呀，你堂堂一个大少爷，怎么还没有开窍啊？现在流行的是求婚。求婚？怎么求啊？丽丽是留过洋的，肯定喜欢洋人那一套。你懂不懂 ？romantic。罗曼蒂克是什么？就是浪漫，浪漫你懂吗？哎呀，比如说啊，你背着降落伞从天空中跳下来，跳到一半的时候呢，拉出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我爱你”，
快降落的时候大喊“嫁给我”。你等等，你看，多浪漫！哎，你学的怎么样？我哪会跳伞啊？这也太危险了吧！再说了，这也很难控制啊。你说我万一跳下来的时候没有落到丽丽面前，我这婚不就白求了？拜托，你就说个比较实际一点的吧。那这样啊，那就想一个简单一点的，比如说，你到电台去点播一首歌，然后把你的心意来个电波传情，怎么样？这样不好吧？这不是在向全世界告白啊？那丽丽如果不答应我的话，那还有哪个女人敢嫁给我呀？我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要抱着非丽丽不娶的精神才可以啊！你要下定决心呐！我是有决心啊，但是你能不能说一个比较适合我一点的呀？哎，我得喝点酒，才有灵感，帮你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，包你抱得美人归。干杯！老板，再来一杯，再来2杯。好的，你先喝着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行，等你啊。先生，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天哪！快来人呐！有人晕倒了！晕倒了！天哪！这该怎么办？浩中，浩中，浩中！伙计，刚才的伙计呢？浩中，浩中，浩中！李老板，李叔叔，我儿子呢？啊！浩中，浩中，儿子！浩中，浩中，浩中！大夫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化验结果是身中剧毒，目前生命体征衰微，尚未脱离危险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哎，大夫，大夫！哎，对不起，病人需要休息。哎呀，浩中，浩中。这人好好的，怎么就中毒了呢？白天，你跟我儿子一起出去的，怎么你没有事啊？我，姓白的，我知道你跟浩中有顾忌，但你犯不着出手这么狠吧你好你个白天，我儿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对他下这么重的手？啊！你冷静一点。怎么回事？他下毒毒我儿子！抓起来，抓起来！走，我没有下毒啊！哎，我没有下毒啊！李老板，你要相信我。乔敏，你可算来了。浩中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今天这事太奇怪了。我跟浩中一起在酒吧喝酒，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回来之后，就看他倒在椅子上。这事儿太明显了，贼喊捉贼啊，肯定是黄冲干的，错不了。一石二鸟，不仅能除掉浩中，又可以嫁祸于你，这招还真是厉害。怎么了？叹什么气啊？是怕锒铛入狱一辈子啊？放心，这个看守所想要救你出去，也不是很难。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这个。那你担心什么？刚刚在酒吧的走廊，我又碰到那个日本人，只是他跑太快，我没有追上。
那个日本人，他又跟来了。我怀疑他一直跟着我去酒吧，而且假扮店里的伙计在酒里下药。他是想毒害你，结果是浩中背了黑锅。我不确定。不管他是要毒死我，还是要毒死浩中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跟蝗虫之间一定有关系。你先别着急，你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，等我们想办法把你救出去，咱们再商量。何笑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他和浩中在一起吃饭，结果吃着吃着，浩中就晕过去了，送到医院说浩中中毒了，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。何笑也被送到警察局去了。他们在哪儿吃的？就是咱们常去的那家小酒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能怎么办呀？净干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儿。当初我就说别帮忙，别帮忙，就是没人听我的。现在可倒好了，1分钱没拿到，人还赔进去。能不能从警察局里出来，还说不定呢。看着点儿，上头对这事儿十分重视，我要进去看看。啊，请。放下来。给我搜。是。怎么又来了一个？哪来这么多高级警官啊？我带何笑去问话。这次的案件有疑点。有什么疑点？不能在这里审问吗？我都说了，这是秘密任务。万一你知道泄露出去，上面问责下来谁管？是上面让我带人回去的。快放人！这个犯人是个重犯，如果您没有批文的话，我不能让您把人带走。现在事态严重，情况紧急，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哎呦，我这也是照章办事啊。如果你有批文，我就放人；没有批文的话，您就请回吧。好，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。